南海都要成一锅粥了，还谈什么红线？指望菲律宾清楚红线，还不如握紧手上的枪。枪炮就是全是红线的最佳答案，这才是最可靠的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寻说。随着马克思的上台，菲律宾又开始在南海是搅风搅雨了。激光事件就是菲律宾的杰作，这就代表了菲律宾试图在南海搅局的风向。都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菲律宾这颗蛋已经不是有一条缝了，而是彻底裂开了，一直都对中国不死心，试图在南海卷起风浪的美国，那自然就是闻着腥味就往上扑。美国站出来给菲律宾撑腰，拿着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国，就是在告诉菲律宾这件事，这菲律宾是干到美国心坎里去了。菲律宾尽管大胆地往前冲，美国在后面给菲律宾兜底。也是看到了菲律宾终于是在杜特尔特之后有了回心转意的迹象，那美国就想再进一步，联手菲律宾彻底将南海的风浪卷起来。美国防长奥斯汀给菲律宾防长加尔维斯打电话，要跟菲律宾重新开启在南海的巡航活动。菲律宾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，那也是欲拒还迎。虽然说是还有考虑的可能性，但是美菲重新南海巡航活动，那基本上是可以预见的。毕竟，本身菲律宾军方就很亲近美国，4个军事基地说给美国那就给美国了。马克思也是往美国身上贴啊。而且，菲律宾不仅要跟美国在南海巡航，还要加上一个澳大利亚。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去了菲律宾，菲律宾防长加尔维斯又进一步表示，与澳大利亚的联合巡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这计划联合菲律宾在南海巡航，菲律宾又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态度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菲律宾应该不会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，菲律宾更是清楚红线在哪里。但是，因为这菲律宾南海都要成一锅粥了，那还谈什么红线呢？马克思确实说过，南海地区的未来应该由南海地区的国家来决定。这看上去像是反对美国介入南海，将南海地区局势复杂化、扩大化。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，菲律宾也没少代表东南亚国家，没少代表东盟，试图拉拢国际社会在南海局势当中支持菲律宾。这所以说，指望菲律宾清楚红线在哪儿，那中国还不如握紧手上的枪。那红线是怎么来的？那是枪炮打出来的，也只有枪炮才能够捍卫红线的存在。美国一直在给中国施压，澳大利亚也不让中国省心，再加上日本和试图介入亚太的北约，中国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可以无视任何威胁的地步。那就算菲律宾刚开始会守着一些规矩，但是跟美国混久了，美国势必会鼓动菲律宾做出一些挑衅的举动。这就好比地区局势紧张的时候，菲律宾军舰跟着美国航母在南海演习的时候，这澳大利亚军舰呢就一度跟中国军舰有过对峙。如果中国不强硬地亮出红线的存在，那这样的情况绝对会出现，并且可能还不少。所以，对于红线，我们不能指望别人清楚，这握在手上的枪炮，那才是最可靠的，这也是全是红线的最佳答案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